最近香港電影院呢成日執笠啊，由2020年截至到今年嘅7月1號啦，總共有35間戲院停業或者執笠啦。當個個都以為戲院寒冬啦會一路持續嘅時候啊，一套電影嘅出現呢竟然係救咗香港電影院。呢一套呢就係《鬼滅之刃》最終章無限城初章啦。喺香港上映首日呢已經有730萬，成為香港影史動畫首日票房 No.1 啊，同埋2025年香港開畫票房 No.1 啊。截至8月18號嘅中午，總票房更加突破3050萬港元添。IMAX 啦、4DX 啦、MX4D 啦等等放映格式嘅場次呢，更加係一票難求，連續多日呢全部售罄啊！唔單止香港、台灣自8月8號以嚟上映啦，10日嘅累積突破咗4億票房，達成2025年全台首日票房第一名，同埋全台預售票房嘅影史紀錄第一名。而日本宣布啦，票房上映31日呢就突破咗257億，以空前嘅速度啦上升去到影史嘅第4名，仲超越咗《冰雪奇緣》同埋《你的名字》，就快追上去鐵達尼添啊！依家呢一個成績啦，可以話係遠超《鬼滅》之前嗰套《無限列車》。到底呢一套動畫電影啊有乜嘢魔力可以做到咁熱門嘅呢？ Hello， 我係動漫者啊！喺呢一個頻道呢，我會分享翻平時我睇嘅動漫啦、打機嘅主觀感想。如果你都係宅一組嚟，記得幫我撳個訂閱同埋開翻個小鈴鐺，唔好錯過之後嘅作品推介啦。講翻今集嘅故事先，接續動畫處訓練篇最後一集啦，就係主角群就快打低無慘嘅時候啊，地面突然中門大開，大家啦都跌到一個呢一望無際嘅地下城，要趕起無慘喐到之前呢要揾翻佢啊。接落嚟講嘅內容呢係會有劇透嘅，而且呢係有個人嘅主觀感受，仲未睇又或者唔想俾人劇透嘅話呢，就睇咗先再翻嚟啦。好啦，我而家數3聲就開始啦，3、2、1。如果完全冇睇過鬼滅或者冇接觸過動漫啦，可能咧會搞唔清楚呢一套嘢點解會咁 hit 嘅呢？就咁睇上去呢，故事亦都好易估到啦，冇乜嘢好特別嘅地方，係老派嘅王道故事啦，甚至呢係斷開未演完嘅故事啊！再加上呢一次電影主觀感受呢有2大問題，第一呢就係 3D 轉啊，個場景呢係會係咁轉嚟轉去，有朋友呢仲因為睇到頭暈呢要中途離場添啊！雖然我知呢係想show到呢一個無限城呢有幾靚幾勁啦，但係冇意義嘅 3D 轉鏡頭呢略然就有啲太多啦，甚至呢有影響咗劇情嘅節奏添啊！講開劇情節奏呢，就係我第二個想講嘅嘢啊！好多位都係呢打得下突然之間呢企咗喺度講嘢，又或者一大段回憶啦，呢個呢都係鬼滅動畫嘅慣用處理手法嚟嘅。但係去到劇場版本嘅時候啦，本身時間已經濃縮到得翻2粒半鐘，而喺呢2粒半鐘內呢，已經要交代晒幾個打交位，仲有鬼同埋柱各自嘅故事，重複打下又停下，打下又回憶下，窒住咁樣，節奏呢就會變到好差啦。而喺呢一點呢，我個人呢就覺得無限列車呢相對處理得會比較好。舉個例子呢，就好似之前同樣係 UFO 製作嘅 Fate HF 啦，最經典呢就係 Rider 對 Saber 由頭打到尾，唔會打得下又停低講嘢咁樣。主角呢亦都唔會諗完一大輪又回憶一大輪先至出到奇招。而且電影同埋漫畫平台呢本身就已經係有唔同，唔係翻頁好快就睇完啲解釋，而係要等你5至10分鐘講解晒啲嘢。觀眾角度呢，明明前1秒打到超精彩熱血，然後突然呢淋你凍水叫你冷靜啲，唔夠3秒呢又打交，所以呢一度嘅處理呢，我覺得就令人有啲無所適從啦。就咁聽完我講呢，好似覺得套戲麻麻地咁樣，但係點解人氣都咁高呢？先講翻個結論先啦，我呢其實就會推薦所有人都一定要入場睇，因為上面所講嘅缺點呢，仍然係遮蓋唔到呢一套電影嘅無數優點啊！由神級畫面啦，去到音效、音樂啦，都係天花板嘅級別啊！聲優同埋劇情深度咧，都令人有驚喜。入戲院啦，揀 IMAX 睇啦，亦都可以話係觀影體驗啦，可以提升幾個檔次啊！唔怪得知得 IMAX 長期咧座無虛席。首先講翻畫面先，就一定要提到無限城啦。原本畫面呢係漫畫完全都睇唔到背景有咩分別嘅，但係嚟到動漫呢就變咗做藝術品啦。無限城呢唔淨止係背景，佢同時呢亦都係舞台，亦都係對手啦。呢一個空間違反物理規則，會旋轉、伸縮、
扭曲，令到觀眾咧跟住一齊迷失方向，但係畫面咧又可以保持到清晰可讀。呢一種咧就係靠對空間設計同埋運鏡嘅精準控制嚟噶。一般做法咧係先做 3D 建模，再擺攝影機，但係去到無限城嘅部分段落啦，UFO 咧就反其道而行。先由動畫師畫翻個空間出嚟，而由 3D 團隊咧按空間設計咧攝影機嘅路徑，結果就係運鏡、空間、角色、動作三者咧咬合得更加順啦。即使咧畫面咧天旋地轉啦，都好易可以睇清到個戰況。全片啦大約有2000個鏡頭，其中680個咧用咗運動 3D 攝影機製作。仲要高密度融合 2D 繪製同埋 3D 動畫嘅工序，呢一種混合流程咧，將無限城嘅層次同埋主角群代入時候嘅失重感咧，好立體咁樣展現出嚟。雖然無限城咧好早就已經出現啦，但係劇場版咧冇沿用翻啲舊資產，而係由零開始重製。規模更大，空間感咧更立體，光影同埋機關細節咧更加極致，為嘅就係喺大銀幕上面上映到更加震撼嘅畫面啊！如果用原有硬件去渲染成個劇場版嘅無限城咧，要3年半先至搞得掂，點算呢？就係加碼硬件啦，一口氣咧升級成個工作室，換新電腦，更新冷卻系統，渲染期間咧甚至要調動成棟大樓嘅電力啊！高效能背後咧係超高耗電同埋巨大嘅投入，除咗無限城打戲咧都係最大嘅看點啊！由第一季第19集打戲令到鬼滅爆紅開始啦，大家對鬼滅打戲嘅期待度咧就拉去 max 啦。而今次電影嘅打戲咧可以話係完全完美咁樣回應咗所有鬼滅迷嘅期待，主要分咗3場戰鬥，分別係松柱蝴蝶忍對上弦之二同魔，我妻善逸對師兄上弦之六嘅繪岳，同埋重頭戲主角炭治郎同埋水柱富岡義勇對二鍋座，可以話咧完全升級漫畫嘅戰鬥啊，甚至加咗好多戰鬥細節同埋原創招式。例如漫畫咧唔係太睇得出咧蝴蝶忍嗰幾招咧究竟有咩分別噶，但係電影咧就大大加強咗呢幾招嘅差異性同埋戰鬥表現，就算只係一閃而過嘅光影特效都要做到最好。唔覺得要 UFO 全體總動員啊？就算睇過漫畫，去戲院特別係 IMAX 版啦，絕對係場面震撼精彩絕倫。至於劇情方面呢，唔少人話橋段老土，但係換個角度諗啊，呢一點呢先可能係鬼滅出到圈嘅原因。簡單易明嘅設定，就算係由中間甚至係無限城篇開始睇啊，都明到大部分設定，令到受眾向非常廣。而且故事呢雖然冇乜新意，但係唔代表寫得差。現今唔少作者呢為咗唔得罪觀眾，唔敢寫死角色，令到劇情嘅張力同埋深度受限。而喺鬼滅世界入面呢，打唔過敵人呢就會死，唔會每次都有救場或者外掛爆發，觀眾呢就會更加沉醉喺緊張感之中。再加上每一個角色嘅死呢都好有意義嘅，例如上集無限列車大哥之死嘅情緒同埋戰鬥呢，今集炭治郎呢就繼承咗再戰二鍋座。今集嘅蝴蝶忍之死啦，下集電影呢都會以某一種形式幫手打同魔，大大加強咗劇情深度。另外，故事對於人物嘅描寫呢都寫得好深入噶，唔單止係正派角色嗰邊啦，反派嘅性格同埋過去呢都佔咗唔少嘅篇幅。例如今次二鍋座嘅回憶呢都有成半粒鐘啊，令到觀眾呢重新認識呢一個角色，終於知道啦點解佢叫做二鍋座啦。而佢嘅行動動機啦、所作所為呢都變得合理，而唔係好似其他唔少作品咁樣啦，為反而反，整到啲反派呢智商好似有問題咁樣。不過回憶嘅呈現方式呢係可以改進，正如我上面提過嘅打一下回憶一下咁樣啦。其實我認為呢係可以避免嘅，只要唔好斬件式咁樣分開講，改為戰鬥之後呢一炮過咁樣講呢就會更加好啦。咁劇情節奏呢就唔會係咁斷開。除咗畫面啦，呢一集嘅音樂同埋音效呢都相當講究啊。配樂豐富而且貼景啦，喺唔同段落無縫切換節奏，由懸疑去到爆發，由絕望去到反擊，都精準拉動情緒。至於音效呢，更加係誇張到不得了啊！武器交鋒嘅金屬質感啦，斬擊破風同埋入獄嘅層次，全部都聽得出係真材實料嘅重量同埋速度。你會感覺到距離，甚至可以聽到鏡頭外空間嘅聲音。
另外，全員專業聲優嘅演出力都係亮點。本身呢類型決戰型嘅電影最講情緒推進、呼吸、思考、壓抑去到爆發，每一個停頓都係戲啊！鬼滅本身頂尖嘅配音陣容，將角色嘅信念、恐懼同埋決絕完整咁樣壓入去聲線，令到畫面嘅衝擊力更上一層。